小废物手作的 Roxy。我们今天呢要来钩织一款很简单、快速可以完成的包包，然后又很可爱哦，就是这一款。好，这一款包包呢，我是利用了之前有教学过的折气球包当做包型的基本，然后利用一个小翻折，让它翻出来以后的弄出一个搭配一个蕾丝的花边，然后它就成为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废包。当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把它加深啊。我自己是觉得这样提篮的状态，这样子看起来不用太大，蛮可爱的。然后有小可爱的蕾丝边。好，然后呢这一款啊，用了2种不同的粗细不同的线材，然后提把的部分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购置皮把。我这边是用我妈从韩国带回来的大创的皮把，或者是呢像这一个白色的，我就用钩织的，用鱼线也可以钩织完成一个提把这样子啊。可以这样折起来，就会发现它跟折气球包的包型基本上是相同的。然后，我们做了一点点改变，做一个收口，然后有点像一个开花的花朵的形状。好，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需要使用到的线材。我是使用这种圆骨的棉线，在这里。圆骨的棉线，那我们接下来示范一下用这个颜色。圆骨的棉线大概就是大概有到2米到3米左右的，那粗一点的没关系。然后再来呢，用它相应的钩针，这个我自己的习惯是大概4米的钩针。好，然后呢，准备少量的细的棉线。好，这是我之前钩那个方格拼接包的剩下的线，然后这样就够了，不用很多，因为我们只是跑一个蕾丝的花边，大概是3层的蕾丝花边。然后这个我就使用的是3米的钩针，所以这边线都可以先准备好。然后除了线材以外的材料，还有就是我后来有上网添购这个皮把。这个是打不开，好，这个是台制的，这好像不是台制的 ，sorry， 是录制的啦。然后它是真皮的，大约也是30公分。不过这种东西都是可以看大家个人的喜好和需求啊。这是30公分，因为合成皮的我发现没有比较便宜，就算了，就买了皮的。好，这可以先准备，或者是准备这样子的低型扣，然后用钩织的方式完成。好，那剩下的就是工具需要剪刀、记号扣、缝针和收线头用的胶水，这样就差不多全部咯。好，那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咯。好，首先我们拿出粗的棉线，粗的这个，因为这个线材本身也不会太重啊。如果是这应该也是纯棉的啦，对，因为它有一点空心的状态，因为它是锁链状的啊，不要选太重的线材，不然包体会有点重。这一款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因为它就是有挺度，可是又不会太重。然后我做了一个提篮，挂了大概5年都没有坏掉，所以我觉得它很耐用，很好用。好，来，我们来做环形起针。好，环形起针可以用食指绕线，从后面往前面绕了以后，往指尖处绕，压紧，钩针，从针头往下，从第1条线指尖前面这条线过以后，拉它第2条线。拉出来以后做一个旋转，好，这样基本上就锁住了，对不对？然后赶快往后挑1针，做一个锁针，环形起针就完成了。好，那环先不要太收口，因为我们要开始做才开始钩织。
首先我们来第一圈，第一圈其实它那个底呢，这个包型的底其实就是祖母方格，然后我们要做一个6层的祖母方格，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层，这是1针锁针，我们再2针锁针代替一个长针，然后绕线进中间环起的洞，做一个长针，第2个长针，然后再一次第4这个也是一样进环起的洞，再做一个长针，好，绕线进洞，然后呢拉出，一次拉2，一次再拉2，好，那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3个长针，好，1、2、3个长针以后，我们接2个锁针，好，有的时候是接3个锁针，但是我希望这个包底不要有塌陷的空间，就是我希望它偏平一点，所以我不要让它这边展出去这个角落太多，所以我们只要拉2个锁针就好了。好，接着进洞3个锁针，3个长针，1、2、3，好，3个长针钩织完，你这样就会发现刚刚的2个锁针可以形成一个转角哈。那个转角之后，下一层我们就会塞加针在里面哦。好，到这边三个长针以后2个锁针，所以这边3个长针以后依旧2个锁针，再来3个长针，1、2、3，好，3个长针以后再2个锁针，1、2，好，这样我们就有3个转角了，对不对？最后一个3个长针，3，好，3个长针完成了。这时候原本是要接2个锁针，然后把它拉回来，好，但是呢，因为我们这边转角的地方，我想要把线头藏在转角处，不是扎在这边，扎在这边之后会有一条线这样撸上去，好，可是呢，你看我的包型这边其实是底下是没有看不出来，仔细看也是可以啦，但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我们的结合处是在哪里的，所以啊，我们就没有那个直直往上那个引拔的痕迹，所以呢，这边怎么办呢？我们利用这个转角，原本是2针锁针，好，我们这边就是做1针锁针，好，1针锁针以后，在第一个1、2、3，好，第1针这边有起针以后又多钩了2个锁针，对不对？因为这个蛮大的，看得比较清楚。1、2、3，第3个锁针这边进去，我们做一个短针，进去以后绕线拉出，然后上面有2条，对不对？直接拉出，这就是短针。这边所以这边还是有一个转角，可这个转角在这里，然后我们接线处就不会一直，等一下这边会塞满加针，所以就会看不出来哦。这个时候可以先把线圈拉长一点，不要掉。我们转到背面，把这个口收紧，在不会断掉的前提下用力拉紧。因为线比较粗，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收得非常紧哦，那没关系，就尽量收到它能收的最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第2圈。因为这边已经有1个锁针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个短针等于同时是，它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短针这边1个锁针，这个短针的这一边，其实这个高度其实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短针的高度，所以2个短针没错。然后这边这一个呢，就同时成了第一个3个锁针代替1个长针的第1个锁针，所以我们再接着2个锁针，好
那我们这次挂一下记号扣，回来的时候会比较好找。好，我们在第3针锁针处这边稍微挂一下记号扣。好，这就是一个长针，然后它的落点是在这个角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角落做第2个长针。第2个长针就利用这个大大的空的角落做一个长针。好，接下来3针我们看一下第一层是3针长针，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把这3针长针一针对一针往上长一层，1、2、3，好，3针长针完成了以后，接下来又遇到在第一层的转角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做加针，每一个转角都是2针长针，2针锁针，再2针长针，1、2这样，然后2个锁针，再2个长针，1、2，好。这时候看到有一个新的转角形成的第2层的第1个转角在这里哦。好，我们接着，好，接下来这一针其实是新手非常容易掉的一针。好，不只是新手啦，有时候我自己没有留意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漏了回来拆。好，这边有1、2、3，对不对？因为这边有加针，所以这边这一个会挤挤的。好，这个时候很容易。说好，接着长针我们就会勾到中间这一针的上面。No， 这样就会最后少一针，针数就会不对。这时候一定记得稍微拉开一点，这边还有1针，因为它这时候只有3针啦，所以这时候如果掉了，我们通常是比较容易发现。但是如果之后呢，就是上面圈数越来越多针的时候，真的要数了才会发现，就要拆了，后悔莫及哦。好，3针对完了以后遇到转角，转角还记得是2个长针，然后2个锁针，再2个长针。好，2个转角好了。接下来1针对1针的地方拉开一点，这边还有1针，好，所以进来3针长针，1、2、3，好，然后又到了转角，转角一样2针长针，1、2，然后接2针锁针，1、2，再接2针长针，好，那我3个转角都完成了。接着3个长针对3个长针，1、2、3，好，然后接下来到了转角处，对不对？这个转角我们其实起针的时候已经加了2针了，开头，所以这边还欠2针加针。好，所以我们把2针加针加上去，1、2，好，然后接着就是结合了，我们要跟记号扣处结合，一个锁针，然后在记号扣这个洞拿出来，记号扣这个洞进去，勾一个短针。好，那我们第2圈就完成。好，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拉一拉就会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正方形。这个就是我们包底的基础哦。好，这到了第2层，第一圈是3针长针，
然后第二圈在单边就会加到4针，每一边都会加4针，所以单边是7针长针啊。所以在第3圈接着就是继续往上加，每一层其实都会加到7针这么多哦。好，那我们继续哦。好，接着这个是第一个锁针，再帮它做2个锁针，这是第一个长针，然后记得回来做第2个长针的时候，回到这个大的洞口，做第2个长针。好，那回头去挂一下记号扣，这是第2个长针的针目，但是就是第一针就是这个3个锁针的上头。好，挂好了以后，我们继续往下走。接着就是7针的不加不减，这时候必须很小心，因为第一针我们是3个锁针上来的，对不对？也是往旁边侧拉一下，这一针一定要记得哦，不然就会少1针。所以第一针在这里，然后2，后面就恢复正常了，总共7针，3、4、5、6、7，好，7针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遇到转角，转角每一层都一样，不会改变，就是2个长针，然后接着2个锁针，1、2，再2个长针。第一个转角出现了，我们再示范一遍哦。接下来这个边呢，记得第一针每一次转角结束后都要必须知道，第一针一定要刻意去找哈。第一针在这里，拉开一点，然后不然就是要习惯性的去数我每一边有几针，一针对一针。一针对一针好了以后，到了转角哈，来1、2、3、4、5、6、7针了，然后到了第2个转角，2个长针，2个锁针，再2个长针。好，那这样第2个转角就完成了，然后剩下2边再请大家完成，最后到结合前我们再回来哦。好，第3圈到最后一个转角，加针完以后1个锁针，然后记号扣出这边1个短针，好，记号扣可以拆掉了，1个短针啊，记得这个短针的手。就是针中间这段不能拉太长，正常松紧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哦。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样子结合的话，其实你不仔细看，其实是看不出来我们4个转角到底在哪里结合的。其实在这边，对不对？就是稍微就是这一块4个针的地方肿了一点，因为我们的线材比较粗啦。如果是普通的细的棉线，其实真的看不太出来，所以这个结合方法是比较好的。好，再来我们到第4圈，好，记得短针就是1个锁针了，所以再来2个锁针，1、2，然后在最上面的锁针挂一下记号扣，接着第一针，这是第一针啊，第2针记得是加针，所以也是放这个大孔洞中间做一个长针。第3针是要放在下面的第1针处啊，要找到，然后接着1针对1针，所以这边是11针，好，4、
8、9、10、11。好，11针完成了，我们又遇到了转角，转角处跟每一层都一样，2个长针，2个锁针，再2个长针，1、2，然后2个锁针，再2个长针。好的，然后呢，接下来这11针，记得第1针往旁边拉一下，第1针露出来，才会记得勾第1针，再11针。好，11针结束以后，再2个加针转角就是2个长针，2个锁针，再2个长针。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圈的状态。1、2、3、4，这是第4圈，然后单边应该是11加4等于15针哦。数一下，2、4、6、8、10、12、14、15啊，15这样就对了。所以呢，再请大家自行把剩下2边完成，第4圈就完成咯。好，第4圈最后一个转角，1个锁针。然后在记号扣处这边做一个短针，好，第4圈就完成了。我们在第5圈2个锁针上来，圆洞，转角这个大洞，再1个长针，然后把记号扣挂回。接下来第5圈呢，一模一样，下面就是1针对1针，转角加2个，转角做加针，就是2个长针，2个锁针，2个长针。好，接下来这边1针对1针的地方完成了以后，再做2个长针，转角的地方2个长针，2个锁针，再2个长针，1、2，然后接着第4圈的15针，我们1针对1针。我最近在教我小学4年级的女儿勾东西，然后因为小学生的耐性有限啊，她是算蛮有耐性，手也蛮巧的，所以我是给她用了有包心的那种布条线，不知道叫什么包心线，就是像意大利面线那一种，然后请她也是做这种，就是做一个折气球包。我觉得这蛮好的起步，而且会蛮有成就感的，因为长针嘛，长得快，然后他用的线又粗，这样子，所以他也是在做这一个包包，这个包底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然后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数，所以只要没过几圈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然后我就请他拆掉啊，然后这个心情非常不好。我说，那你只要每一圈数一数，
就不会有拆掉这个情形啦，但是他就不理我，还蛮有趣的。好，接下来又到了转角，转角2个长针，再2个锁针，再2个长针。我自己是蛮喜欢数的啦，对，然后像这种在包底加针的状态的时候，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去，也很就是初学的时候环形啊，我是每一圈都是数一数的人啊，我女儿就完全不是，所以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好，1、2、3、4、5，第5圈，第5层，对，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数一数的人的话，这一层应该会有19个长针啊，2、4、6、8、10。2、4、6、8、9，对，19针，这样就对了。每一边最后都会是19针。好，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喜欢数一数，这样比较不需要拆。好，那就请另外2边自行完成再回来哦。好，第5圈的最后一个边完成了，2个加针，然后最后是1个锁针，再来记号扣的这个地方。然后1个短针结合，第5圈就完成了。好，所以是一个正方形。然后我们总共呢，就是正方形的加针，我们要做到6圈，所以我们还差1圈。好，那就继续咯。好，来1个锁针，2个锁针，然后加上原来的就3个锁针，然后把记号扣挂回。接下来呢，原来这一个转角的大洞，再做1针长针，这样就是2个长针。接下来这19针不加不减，1、好，19针不加不减，好，这一条。接下来遇到转角，转角就是2个长针，然后2个锁针，1、2，再2个长针就转过来了。好，你现在针数比较多，接下来第1针这边一定要记得拉开，然后钩织这一个第1针。好，那我们数一下，这边的是最后我们加针到第6圈，最后一圈应该会是23针哦。然后包含这个记号扣这边是1、2、3、4、6、8、10、12、14、16、18、20、22、23啊。一边是23针，然后我们就把它完成到最后一个边，我们的底就包底就大致完成咯。好，我们现在6圈钩织完成了，然后最后一个短针挂在这边，然后就是完整的6圈。最后呢，好，我们就是一个大大的正方形。怎么样知道类似这一种就是由祖母方格开始的包包大概的 size 呢？其实很容易，大概呢，我们因为本身包会有一点点拉扯，所以啊，最后你完成的织片是这样子的大小的时候，好，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们包底的 size。虽然说大概应该说真正的包底其实是切的这个对角线。你不是对角线啦，就是以这一边的中点拉到这边中点这样去切，因为我们到时候会这样弯上来。可是其实因为包包有一定的拉伸的程度，然后至少我这一款线包底大概就是这么大，因为我们之后弯上来的时候并非直直弯上来，这边还会有一点点弧度。好，所以大概真正的包底经过装东西的大小就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点，每一边大概小个半公分左右，大概就是这个大小。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包身直直往上涨的部分了。所以呢，开头都一模一样，开头我们还是接下来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一样我们会在这个转角处，之后就变成是转角，它也像立起来的尖角处。尖角处一样是2针长针，2针锁针，再2针长针，这是一定要的，因为这样才会有这个形状。但是因为我们不要再继续长大了，所以呢，必须要做的是，就是我们这样一边单边其实比上一层多了4针，单边多了4针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4针剪回来。好，那怎么剪回来呢？剪回来的方式就是找出最中间这一针，我们可以从中间3针这边一路沿着一开始第一圈的3针，一直沿着往上找。那最中间这一针就是这一针，啊，可以拿记号扣把它挂起来。只有第一圈比较需要记号扣，第二圈以后就好多了。好，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包型跟之前的折气球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改动一点点，因为这一个洞。应该说这一个洞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我包身已经不大了，我不希望如果是一般的折气球包，这边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洞，好，也就是中间这一条线，就是凹折的这个地方也是会有一个洞孔。我想要尽量减少这个洞孔发生的可能性，让它稍微小一点，但是又不致影响包身的结构的话，我就是会用一种3针减1针的方式。好，中间这一针找到了，或是用数的2、4、6、8、10、11、12，因为我们最后一边是23针，所以两边各11，第12针就是最中间这一针。最中间这一针找到了以后，再空1针，再往前找1针，这一针，然后中间这一针再往后。先空1针，再1针。好，到时候这边前后从橘色到蓝色这边整个经历是5针。好，那这5针如果我们把它缩针变成1针，5针变1针，就自然减掉了4针。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操作的方式就是把这5针变成1针，然后旁边都是照正常的做加针。好，那我们就开始试试看哦。好，挂上了以后呢，首先1、2， 2针锁针，好，加上原来的锁针就是3针，然后这样算是一个长针，然后我们挂上一个记号扣。因为我每次拍影片的时候，都会把那个别针型的记号扣弄断，可能太粗鲁了。所以后来就购入了这一种比较不会弄断的，然后金属的又比较重，金属的勾有时候会因为它有开口就会掉下来，所以后来找到了塑胶的这种蝸牛形状的，很开心，这样比较不会再弄断。好，然后接着在大洞孔这边跟原来一样，转角的洞孔再勾一个长针。好，那2个长针完成了，接下来就1针对1针。走到这一针为止，3、6、9针。好，1、2、3、4、5、6、7、8，不小心勾到它，来8，这个先装回去。然后旁边还有1针哦，第9针。好，到了第9针以后呢，我们就遇到这3个记号扣，对不对？相隔1针，第一针
1有钩，2空针，3第3针，第4针，第5针这样子。我们把1、3、5就是挂记号扣的这3针剪成1针，做长针的剪针。好，那我们先把记号扣第一个进来，第一个动进来就拆进来，拆起来，然后绕线进洞，然后再绕线拉出。这时候有3条线在钩针上，绕线拉出2个，然后这些先不要动咯。然后我们再拆第2个记号扣，第2个记号扣这边也是绕线进洞，绕线。好，这个时候这两钩针上第1、第2个线圈是第一个造成的，我们现在进入第2针也会产生2个线圈，对不对？我们要把2个线圈拉出。好，这样子钩针上会有3个线圈，最后1针再隔1针到最后一个记号扣，绕线啊进洞，再拉出。不好意思，绕线进洞以后绕线拉出，这样子会有2个线圈，原来的3个不看，直接造成了2个新的线圈，绕线把2个拉成1个。这时候钩针上会有4个线圈，这时候我们绕线一次拉出，这样就是3针剪成1针。这样子的完成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造型。然后接下来也是每1针对1针，好，1还有9针，2。好，现在到转角处，转角的这边一样是绕线进去，钩2个长针，然后2个锁针，在2个长针的时候，我们就转到下一个边了。然后这个是一个边就完成了。好，这个你会发现它就站起来了，有没有？好，下一个边呢的方法也是一样，请找出中间那一针，也就是第12针，然后用记号扣挂起来。第12针，这边，好，记号扣勾上，然后往右空1针，再挂一个记号扣，往左空1针，也挂上一个记号扣。就跟平时一样，跟之前圈数都一样，钩直到这一针以后，碰到记号扣时，把记号扣的3针剪成1针，然后每一个边都是这样操作，我们第一圈包身的第一圈就完成了。好，那我们等大家完成了再回来。好，我们这边第7圈钩织好了，就把它中间的3针，好，中间5针剪成1针以后呢，然后这样就是整个包型就会立起来。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包比我原来打样这个小，后来发现可能是针号的不同，针号我是4米的，然后有可能我原来是使用4.5米的，不过应该没有关系，用可能就会变大，而且大小差异并不大。好，那继续哦。再来就是我们要接着就剪针往上涨了，剪针往上涨需要的圈数呢，就看大家自己的喜好。那包身的高度大约就是这个矮的，就是这个山形的骨，这个低下来这个地方再比它多一点点。好，所以呢，譬如说如果想要包身这么高，那你就钩织差不多。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度，这个高度，因为我们之后会把这个山形的地方往下翻，好，最后一圈会做变化。好，那包身第2圈就跟包身之后的每一圈都一样，我们稍微来示范一下。好，那第1圈包身第1圈结合了以后，我们一样1个锁针2个锁针起立。好，这边也是用短针做结合哦。然后呢，再一样转角的洞口再做1个长针。好，然后记号扣挂回。第1针就是上面刚刚2个锁针上面那一个锁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可以先挂记号扣，接下来的记号扣就很好认了。好，首先中间的那一个
就是我们3针减1针这一个中间最低谷的这一针，我们可以挂上，这是1针。然后它隔壁的隔壁往右边2针，中间空1针，右边的第2针这边也挂上，往左边1、2，好，然后等一下就是记号扣的这3针，好，这3针要合成1针，然后我们就开始咯。然后从这圈开始，针数和针法都不会再做变化，都是一模一样，就这样下去。好，我们开始到这边的时候是2、4、6、8、10、11啊，跟上一圈一样，11针以后呢，我们来找到中间，正好就到了记号扣这边，然后再把记号扣这3针合成1针。关于这种就是用祖母方格延伸的这种折气球包的就是包身这个减针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啊。有的人是2针减1针，就是拉这一针到这一针这样减1针，这是最常用，我比较常看到的。然后我可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你看这样。好，这一针和最后一针这边，我们做好记号扣这一针减1针，然后我们把它合起来。好，其实这样是会有一个洞孔的，你推后，好，这样子会有一整排的这个记号扣这个的洞孔放在这边。但是因为我们包身这一款，我觉得就是可爱少女风的，不想要它长太大，然后这个洞孔在这里就我觉得不是那么美观，所以其实这个技巧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做任何的就是只要是这样的包型都可以用。如果你不喜欢中间这个洞，其实就可以把它做成3针减1针的方式，然后因为中间只跳1针，所以呢，它这个洞就会没有那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跟刚刚的差，刚刚这一个没有的关系，中间这一个柱子没有，就会呈现一个大洞。那现在那个柱子回了，有把它勾出来的话，这样子包身的侧面看起来就是没什么洞的。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再11针。好，勾完第9针，好，会到这底下这一圈1针对1针的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再遇到转角，就是2针，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是11针了。好，然后2个锁针，然后转角转过来，我们继续钩织2个长针，然后接着继续下去，9个长针，总共11个长针。然后也可以先回去，换到下一边就可以先把记号扣先挂好，然后包型就会整个往上延伸哦。好，那大家呢，我们再到包身，我这边预计是要钩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从这一圈开始减针，1、2、3、4、5，然后呢，第5圈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我们第5圈要做一个收尾，所以会有一点改变，所以我们钩织至少4圈。然后如果觉得这个包身太小，譬如说我同样一卷线，我这次换了比较小的针号，说不定我可以再多钩织1层也可以，大概钩织4层或是5层，我们再回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往上长高就好咯。好，包身现在因为我这一次用的针号比较小，所以我钩了1、2、3、4、5圈，好，连第1圈减针开始，然后又钩织了4圈，然后我们接下来到最后1圈，所以这个包身比较高一点。好，然后最后1圈，因为我们要把它做一个翻页，然后这样子的形态。然后这边要有一点抓起来，有一点像花朵，就是花苞的形状，所以呢，上面会有一点点改动。好，这边已经用短针结合了，啊，这边我们先不理它。然后我们这边先来找记号扣。好，
先找到谷底这一针，然后我们这一次减针呢，就不是用就是3针减1针的方式，我们这一圈做一些变化。找到了谷底这一针以后呢，我们在它的隔壁这一针放上记号扣，它的右边和它的左边这2针放上记号扣。好，这2针放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来往这边是我们要开始先往下走，再往上走，对不对？在往上走的时候，我们会同时会做一点点结合。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也来放一下记号扣，我们要帮这一排帮我倒数回4针，1、2、3，1、2、3、4，然后这4针不动。然后我们在第5针这边，我们挂在倒数第4针好了，1、2、3、4，倒数第4针这边，好，这2个帮我画上记号扣，所以这样3个记号扣，等一下用途会给大家知道哦。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因为我们等一下做一个造型是长这样的，所以这边会有点像一个翻页，所以我不想要它有这个尖角，我们想要把它做一个圆弧形，然后我们再来接它的蕾丝。所以呢，好，一样，我们先2针上去，好，然后一个长针先塞进来，然后把记号扣依旧挂在2针最上面这一针，挂好。好，然后呢，我们这个里面总共要塞7针长针，好，我们可以把它分成2边，一边一半，所以我们记号扣这个算1针的话，这是2，然后再2针，总共就是塞4个长针，3、4，4个长针结束了以后，我们开始1针对1针往下勾，到记号扣停止。所以到记号，好，现在到7号扣这边，记号扣的前1针，所以可以数一下，1、2、3、4是在那个转角的大洞中的，1、2、3、4 4针，5、6、7、8、9、10、11、12、13、14，所以总共是14针长针，也就是1针对1针的，我们勾了10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做减针，因为要减针才会有这个弧形，才会有包形出现，对不对？不然会摊开。好，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这2个我的粉红色记号扣这2针做减针，一样长针减针，好，然后进洞拉出来2个圈，再2拉1这样子。然后再套一次，我们在这1针再做1次，就跟刚刚是做3针减1针的位置完全不一样哦。在这边再减1针，然后把3针一起拉起来，3个圈圈一起拉起来，就这2针减成1针了。这1针减针完成了以后啊，我们要往上这边继续往上钩织，对不对？然后往上钩织的同时，我想要同时把它结合起来一些，然后我预计就是结合到空4针这边，这4针不做结合，结合到记号扣的前1针。其实也可以，就是最后再做1层引拔去做结合，但是我不想，我想说直接用钩织长针同时做结合的方式。所以呢，现在就是以这一针减针为中心，然后对面2针会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我怕第1针大家搞不清楚，我们第1针就挂上记号扣，趁看得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咯。之前的步骤都跟正常的长针一模一样，绕线，然后进洞，拉出2条线圈，2拉成1。然后在最后这一步的时候，我先要
平常是直接拉出来，这时候上面有2个线圈，对不对？此时我去后面往后走，由外往内拉住我们记号扣这一针套上，记号扣可以拿起来套上，然后再做一气拉合的动作，这样这2针就合在一起。好，再一次哦，来绕线进洞，然后拉出2拉成1，然后在最后一步之前钩针去找这个织片我们想要结合的这一针最上面的2个辫子，然后一次把它拉出来。好，这样就完成了。然后这一针跟这一针就合在一起，然后总共会有1、2、3、4、5、6针。好，那我们一个一个做下去。第2针，然后到这边走它的下一针，这一针已经钩织过它的下一针。好，它的下一针这边进去，然后这时候绕线，4条线一起拉出。好，这样就同时结合起来了。再来继续哦，第3针，然后到后面找到它，绕线拉出第4针，然后在这边下一针，钩针从外面往里面进去，拉出5、6，然后这边把它拉出来。好，你看，我们先把这个线段拉长。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状态。好，这边有1、2、3、4、5、6，正好就会像平时引拔呀，在上面会有一层像辫子状，其实是这个长针的最上层，但是我们同时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是底层的这一个就是跟它互相垂直的这一个线段呢，其实是引那个中间的减针处。然后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拔对了呢？其实它是对称的啦，因为这边针数比较不好算吼，这边针数对下来也是4针，不过是不是对这边，是它对它后面下一排没有被结合的地方，是从这边开始的，这边这一针开始没有结合，所以它退后一层到这边1、2、3、4，我们就是空4针，所以这边也是空1、2、3、4。好，这样这边就结合完成了，然后这个记号扣就可以拔起来。好，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咯。后面的时候钩织呢就不需要做结合，直接绕线，然后开始钩下一针 OK。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还不是全部都要抓在一起，我们是要分开的。把我的线缠到记号扣了，把这4针钩完。好，4针钩完了以后，就会出现它前半是合起来，后半是分开。然后遇到了转角哈，转角我们这时候是要塞7针在里面，让它有一个圆弧的形状，所以就开始塞咯。那1、2、3、4、5、6、7，它瞬间就从尖角转成圆角了。好，等一下翻开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圆弧形，就很漂亮。好，那在开始下一个之前，也是可以先开始挂上一模一样的记号扣哈，先找到中间骨底，挂它的2边。
挂上2边，然后往上走，倒退回4针，1、2、3、4，好，挂这一个1、2、3、4，第4针，倒数第4针挂上记号扣，所以就一样走下来，这边做结合，然后这边做减针，然后结合，然后到这边独立。好，我们再一次哦，再示范一遍。好，记号扣挂好了以后啊，我们就继续开始。好，这时候因为这边塞了7针，一定会把第1针埋住，所以要往旁边移一下，所以第1针还是会被勾到。1、2。好，10针勾完了以后，遇到了记号扣，做减针，好，从这边记号扣拿起来，做长针的减针。好，一次拉出以后，接下来这个1、2、3、4、5、6针要做长针，同时跟对面做结合。好，所以绕线，好，进去勾半个长针。好，接下来最后一次要绕线，把它2个拉出的时候，我们找回它对面的，隔了中间，对不对？它对面的这一针拉回来，然后一次把4个线全套出。这样一半的长针完成了以后，往后去找刚刚下坡这边，然后套起来，一次拉出3、掉了，好，3，然后到后面绕回来，一次拉出4、5，到后面找到6，最后一针，好，剩下4针，然后我们也检查一下对面，好，没有钩织的部分也是1、2、3、4对上来，好，那就没错了。然后记号扣拿掉，回到单独钩织这个长针，2、3、4、2、4，然后转角里面塞7针。好，7针塞完了以后，好，我们现在也看一下包包的形态。好，它这边会被合起来，因为现在看起来比较突兀，就是有一个角。但是因为之后我们这边会做一个大片的蕾丝，来这边，好，看这边其实它的角都是在，但是我们做蕾丝会就是会有点遮蔽盖住，这样子就看不出来这个接角的地方。我们只是让它收一点口，不要那么大。然后口现在看起来不大，可是其实是够用的。好，那剩下2边就请大家一样，先把记号扣挂上，然后再做钩织完成哦。那我们最后再回来。好，我们钩织到最后，接到最后一边了，接上了以后剩这一边，然后我们4针独立的4针长针钩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这一个洞。然后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钩1、2、3、4个短针，不是4个长针，不好意思，所以现在要再补3个长针，这样就会变成7个。2、3、
好，3个长针钩完了以后，结合呢，我们这个记号扣其实是可以不需要放的，然后把它捞起来。好，3个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就断线，有一段线段，然后做结合。断线了以后，把它捞出。好，捞出以后，我们做一个隐形的结合，接起来。隐形的结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可以拿毛线针。这个线实在是很粗，我的毛线针要去找更粗的也是麻烦，我觉得硬塞一下好。好，被我塞进去成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找到第一针，因为第一针是3锁针组成的，我们正好可以跳过它。然后到了第二针这边，我们在第二针长针这边进去，从前往后拉好，好，然后这个时候绕回来，从刚刚我们这条线的起点穿回。然后穿回不要只穿一层就出去哦，这样很不稳固。穿回的时候最好是可以连着下面短针后面都有一条横杠一起穿下去。好，上从正面看就看不出来有结合的地方了。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藏线头的动作。然后这边有要稍微提示大家一点的是，因为我们待会儿这一面是翻出来的。所以这一面要是美的，所以呢，如果要打结和藏线头，其实可以往我们刚刚钩织我们以为的正面去藏哈。然后不管是打一个结啊，或者是说打结，然后或者是藏一下，都要以里面那一层美观为主，因为这个线正好又比较粗，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像这种锁链式的线，如果我们在藏线头的时候，有的时候毛线针不是那么如意，它会插过线的中间，好，然后这就很困扰。然后不然就是要找毛线针的头稍微粗一点，但是我这个其实已经很粗了，还是会发生。这个时候我自己的小技巧是，我用后面。怎么样？这个后面就是这么大一颗头，不太可能戳得进去线的中间，然后就把它颠倒过来使用，其实就不会，几乎是不会插到线的里面。就是出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用。那大家可以回穿到一个程度，看想穿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把它觉得稳固了。好，然后就可以把它断线，以后怕松脱，因为我觉得粗线我比较不喜欢把它回穿太多次，这样看起来那一段实在是很粗，所以我会用白胶稍微点一下，好，它就不会出来了。好。那我们的包身本身就完成了，包身的开口其实是足够的，也不要太大，因为我这个包包没有很深。其实如果做很深，我觉得应该也蛮好看的啦。你就看大家包身的高度，一直都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钩织它蕾丝的部分。可爱的蕾丝部分，在蕾丝部分开始之前，大家先拿出记号扣，我们来就是扣出就是每一圈可以工作的区域，因为等一下开始钩织了以后，如果一直在找，会有点困扰。然后我们每一记号，我们蕾丝钩织的区域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每一个有独立的长针的区域。所以跟对面结合的地方，这边我们就不钩织。所以譬如说我们随便找一边开始，就这边好了。好，这边1、2、3、4、5、6，这6针是不要的，我们不会，蕾丝不会走这边，所以这边我们就上一个记号扣。
然后这边一直过来都没有问题，到这边到没有结合的地方，1、2、3、4，到这边最后一针在这边。好，因为下一针就可以看得出来，下一针被后面的这个长针拉过去了，好，那就不算。好，再翻过来，一样找到没有钩织的区，也可以用倒数的，就是这个扇形以外，1、2、3、4，这4针是独立的。然后这边也试出1、2、3、4，好，刚好可以合上，这样就对了。然后把记号扣都挂上，等一下就可以一鼓作气的把蕾丝完成。好，都挂上了以后呢，等一下钩织蕾丝的方向，就不再是这样子了，因为我们要这一面，等一下最后是要这样摊开的，所以钩织蕾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怎么说？钩织的方向是这样过去。好，那如果都好了，然后就可以准备喜欢的配色的线。我还是彩色包，我觉得还是白色百搭啦。那如果是白色包，就可以配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准备相应的钩针。大概看你的线，大概不要太细，大约是这样子的棉线。好，大约3米左右可以使用，或者是3米，或是2.5，最细大概2.5。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它变成一个浪漫的包包。我们只钩织后半针，也就是远离我们自己身体的那半针。好，就是前面，从前面看的话是前半针，从现在钩织的方向看是后半针。因为这样子呢，它的边缘就会比较美丽，有一个完整的边缘的感觉，感觉蕾丝是衬在下面这样子浮出来的。对，好，那我们所有记号扣的地方是我们工作的区域，工作区域就是从记号扣到记号扣，然后中间这一段省略，然后直接跳到下一个记号扣，这样。好，那我们随意拆掉一个，就是靠右手边的记号扣以后，拿它后面的，我们钩织它的后半针，全部都是后半针。然后我们来挂棉线进来，好，挂进来了以后，一个锁针固定。这时候开始呢，我们的这时候开始，这个锁针啊，因为是固定的，不需要挂太紧，因为我们要接着连接一个中长针。我们第一段呢是做一个有中长针的格子，所以一个中长针，然后后面的线段是可以跟着走，之后收线头会比较方便。一个中长针以后接2个锁针，这样。好，那接下来呢，下一个针目，我们中间就不空针了，一个中长针接2个锁针，下一个针目也是一个中长针接2个锁针，全部就一路这样子下去。好，中长针跟长针很像，差别就是在绕线，好，进洞了以后拉出。绕线以后不是1、2拉1，而是3个一起拉起来，就是中长针，2个锁针，一个中长针，2个锁针。所以这一整圈钩完，从这里我们先钩织到蓝色的地方。好，这边我们钩织到了记号扣的针目。好，我们这边先中长针，先把线圈拉长看一下。好，目前是长这样，1、2、3、4、5、6、7、8、9、10、11、12、13、14，会有14个格子，完整的格子，然后其实是15针，1、2、3、4、5、6、7、8、9、10、11、12、13、14、15，好，所以一个叶片是长这样，好，然后我们接着就转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中长针已经做了，所以再2个锁针。
接下来呢，我们就跳过所有没有做记号的针目，直接到下一个记号扣的针目，因为这个也是连着这边一起的，所以到下一个记号扣的针目，依旧是只钩织后半针。好，过去了以后，半长针，中长针，2个锁针，每一个针目都是1个中长针，2个锁针。好，那大家就把它整圈都做1个中长针，2个锁针，每一个原来的针目都对1个中长针，然后接2个锁针，中间没有空针。好，我们钩织到最后一针拆掉了记号扣以后呢，这个最后一针是1个中长针，2个锁针以后，然后我们再跟第1个中长针这边做一个结合的动作，就直接引拔过来。好，引拔过来以后，第1圈就完成咯。这时候可以看一下，我很喜欢就是做到了一圈以后会来回顾一下我现在做的什么，所以每一次都会有这个桥段。我来看一下现在包的形状。好，现在包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多了一个小花边，然后我们接着就是要把这个花边做一个放大，让它有蕾丝的感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蕾丝咯。好，蕾丝第2圈，我们总共是3圈的蕾丝，所以好，我们回到这边，回到第1针。好，那这边15针，接下来是每3针1组，3个洞孔1组，我们会有总共会有一边就是会有5组，所以来我们这边是第1针结合处，对不对？一兜这里，好，方向还是一样哦。我们到这边以后，每3针就是1组，好，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直接从第1格开始，我们就直接过线到第1个格子，从这里开始引拔到下一格空格处。好，那第2层的花样呢，是先用3个锁针取代1个长针，然后再1个长针，这样就2个了。然后接着呢，2个长针以后接3个锁针，然后回到原来这个格子，再做2个长针。好，这样子是一个花样，还没有1组哦。等一下我们要循环，就是1勾1个格，空2个格，所以我们要拉到下一格，我们中间来做5个锁针，4、5。好，所以呢，一组花样就是2个长针，3个锁针，再2个长针都在同一格里面，接着5个锁针，然后空2格。好，到了第3格一样，空2格，到这边也是2个长针，3个锁针，再2个长针，2，然后接着5个锁针，1、2、3、4、5。它现在看起来锁针这边会有一点浪，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跟我们还有下一层的设计。好，那就接着下去哦，再空2格到这一个，然后5个锁针，1、2、3、4、5。好，我们先把线圈拉长，好，看一下单边。好，现在的状态垂下来会是这样。所以这就有可爱感出现了，有没有？然后啊，这边我们正好单边到结束的时候呢，到结束的时候这一边会还有1格，这样就是正确的针数。然后到下一格是中间空的，就是两个
两个这个叶片还是花瓣中间交界的这一个，所以我们一样照样不用去管说我们现在在这一圈的哪一个位置，一直都照这个模式去做循环哦。好，就是1、2空2个，然后下一针继续勾这样子，一直勾到整圈完成。好，我们钩织到最后一组花样的时候呢，2针长针，3针锁针，再2针长针，然后我们应该要用5针的锁针连接到第1针这边，对不对？但是这边因为我们下一圈的蕾丝花样是要从5针锁针的中间出发，所以我们用一样的技巧，就是1、2，我们只要锁2针锁针，剩下3针就是交给一个长针。那长针落在哪里呢？落在第一针是3个锁针的最上面这一个，好，把它这样合起来做一个长针。一直失败。好的，然后这样子就从我们的等于是我们锁针中间出发咯。好，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做2个锁针，1、2，然后以后呢，到了中间，我们现在钩织的位置是2个长针，2组2个长针中间的这个锁针的位置，我们要把5个长针中间相隔一个锁针挂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这样。好，2个锁针以后，在这边好1个长针，1个锁针，再1个长针，再1个锁针，总共要5个长针。3、4、5，5个长针。好，1、2、3、4、5，然后中间都相隔一个锁针，这样就完成了。然后接着再2个锁针对称，这边刚刚这边2个，所以这边也2个，1、2。然后呢，不需要在针目中间，好，我们在这个大洞孔就可以了，就是一个随性感，引拔起来，在下一层5个锁针中间左右的地方引拔，然后再接2个锁针开始，到下一组1个长针，1个锁针，再1个长针，再1个锁针，第3个。第4个，没有拉好。第5个，好，5个完成了。接着2个锁针，然后在这个中间引拔，这一圈5个锁针的中间处引拔。这样子呢，我们的蕾丝就完成了2组。然后请大家呢，就依照这样子的 pattern， 这样子的针法模式，一直把整圈都完成。然后我们再回来做结合。好，到这边我们钩织到最后一组花样了，然后就要接到第1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引拔一下，然后就可以来断线了。断线以后，把引拔的抽出，好，这边抽出。我自己的习惯是在同一个针目，会把它往后拉。这边为什么不用隐形藏针的方式？因为这边其实没有什么针目，都是锁针，所以就不用刻意去做隐形藏针的方式。好，那我们现在来重新看一下包包的样子。先把底撑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爱的包型就出现了。因为
蕾丝会有一点点重量，然后就会帮助我们把这个就是翻页的地方把它翻开。好，然后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拉一拉。如果真的很挺，或是这个地方很翘的，就是下不来的话，其实可以用蒸汽熨斗稍微蒸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包型现在这样就完成了，很可爱哈。跟刚刚就是因为刚刚抓脚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和谐的感觉，现在就完全没有，变成了一个可爱包。然后我把它设计成提包，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上背把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卡在胳肢窝了，对，但是也不是不行，可以试试看，把它加大加深一点，是可以变成提包，变成侧背包。接下来就是线头，然后线头以后呢，如果线头收好了，我们就可以，如果有买皮把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用。然后这个D型扣是不太D型环，我们这个包这边我们没有用到，因为如果要用到的话，是会直接钩织跟这钩织在里面也可以，或者是后来缝上。问题是我们这个包有一个刚刚好的位置，可以不需要去缝它就可以勾上，这样就好。然后我会把它勾在这边，好，这边叶片这边交界处这一针啊，交界处这一针。1、2、3、4、5、6，第6针这边，好，从这里看，其实会有3条线，好，想说勾着3条线会比较牢固，所以这边正好又是转角的地方，好，那我们可以勾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找它旁边这一边，也是找一模一样的位置，好，勾住2条、3条，尽量是3条线以上，这样会比较好。这边就勾住了，然后这边转过来也是一样。因为通常这种皮把都会有这种活动，就是可以活动的五金，所以不会影响它的方向，所以顺手的方式扣上就可以了。也勾到3条或4条线，这样。好，这一个。拿掉，然后我们也是勾住这一边。好，那4个角落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可爱包就完成了。好，因为这个是我拍影片的方式是这样子呈现的，所以不太好摆出来给大家看到。如果跟着做的话，现在应该蛮开心的，因为很可爱。好，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复古蕾丝的感觉，可是又很少女。然后其实也不会很少女，因为下面其实包型是一个很实用、很方的包型，所以就有一种综合在里面的感觉。然后开口不会太大。好，当然里面呢，你可以使用像是如果不习惯直接放的朋友，因为毕竟里面是有比较大的洞孔，因为我们的包包怎么说啊？因为这个线材比较硬挺，很难收起来那个口。所以你也可以使用内袋在里面这样子，好，装东西应该蛮方便的。有内袋的话，或是不使用内袋应该也 OK 啦。如果只是手机、钱包，其实是不太会掉出去，就是可以出门的小废包，去野餐啊，妈妈接小孩啊，都很可爱啊。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一款设计的。好，那接下来就是，如果有朋友没有使用皮把的话呢，我这边因为我剩的线材不多了，所以我就只剩这一点，会稍微示范一下。如果是只有2个选择，因为这个是粗线，然后我觉得这个包包好像是搭配不要太粗的把手会比较可爱，所以如果我自己钩织的白色的这一款啊。彩色这一款，我把它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我是用钩的，好，它一点点弹性，可是我有抓好，就是就算弹性全部拉开也不会太长。好，
这样也蛮好看的。然后这个我是使用一个钩法，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钩法呢是锁针的变化型，就是双重的锁针。不过这个钩法要先预留一段。如果你是要，我们这个提把大概30公分，好，帮我预留3倍左右，大概90公分。好，预留90公分以后，锁针开始，然后这边是预留的线头，不要管它。然后我要换大针。好，然后这边是我们接下来要钩织的部分。然后这时候把预留的线头拿到钩织的部分旁边。好，这个呢它是怎么说？我们平常锁针是这样子一路挂上去，对不对？这样太细了，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办法可以快速的把它夹出。我们锁针是从这个方向绕，从后往前这样绕。好，后往前这样绕。所以呢，我们用把这个线头呢，帮它做一个反方向的绕。它从前往后以后，先卡在这上面，然后再从后往前这样，再把这一个钩织上来。线头这一段先绕，好，从前往后绕，然后钩针再靠着用锁针拉，前往后绕，这样子用锁针去拉。然后呢，在这之前，这个钩法会了以后，你就把扣子卡在里面。好，我通常呢是一开始就把它，因为我想要它卡在这里，所以我一开始锁针打好了以后，起头打好了以后，我就把它卡进来，然后就照样去钩织，它就会被卡在这中间。好，先抓着它。拍摄的时候真的比较不好控制。然后这一边线头端固定的线头端绕，然后这一个呢，这边是要钩织端，钩织端来钩上，然后它这样就在上面了，然后还是可以旋转的，它有拉住2条线，所以是稳固的。然后就继续这样子，一直到结束，直到你理想的长度。绕，好，线头绕，然后再钩锁针，线头绕，钩锁针。绕的时候是跟钩织方向相反，所以它不会脱出。好，那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好，这是一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是，朋友跟我说，建议说，其实也不一定需要用绿色的把手，如果没有皮把的话，如果用蕾丝的，就是钩织蕾丝的棉线去做把手的颜色，也会蛮好看的。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蕾丝的这一款，就是这个粗细的线，我就会建议大家用所谓的虾边。糟糕，没有，我再来一个扣子。好，那这边呢，虾边就是好像叫罗马尼亚 （Romanian cord） 罗马，不知道怎么说。然后这边呢，到时候是可以就是用缝上去，这边缝上这一端，所以我通常不先卡着。然后这个编法钩法是有厚度的，然后所以用粗线起来我觉得稍显粗了一点，没有那么好看。好，这个呢做法是可以留一段线头用来缝在门扣上，2个锁针起来。好，然后第一针其实它很简单，就是翻来翻去做短针。首先先在第一个锁针的里山这边钩一个短针，然后它的诀窍是短针拉线出来的时候，不要拉太紧，就这2条线。好，让它有一个松紧度，有一个松度，不要太紧。然后呢，绕线进来以后，我们把这个线圈翻转了以后，在第2个锁针的这边再一次。好，这时候还很难拉到2条线，如果你可以找到2条线，也是可以。
通常我这边就是有点懒得找2条线，这边有找拉到2条线，然后一起钩织一个短针。好，短针记得这边拉平，然后拉出来。接着第3针做翻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边有2条线，就是刚刚我们刚刚的短针拉齐的那2条线会在这边。好，然后这个是拉齐的2条线，然后怎么说？短针拉齐的2条线在这边，然后这边是它上来的正目，所以我们是钩织这2条线。好，一样伸进去，拉出来，然后把这个拉好，不要让它太挤，这样子，这样等一下就会很难，下2针就会很难钩。好，翻转，这边也是有2条线，这边的2条。好，再一次哦，再翻，然后这时候就成型了。然后拉起来，勾过来以后翻过来，就抓这个，就是它的工作的另外一边上角的线，通会靠近左手。好，把它拉起，这一步要做到会比较好勾。然后翻，然后短针，它主要就是由短针做成的。然后它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用的包带的模式，因为你看一下哦，像刚刚这个是会有一个拉扯度，对，但这个完全几乎是拉不动，然后很挺，然后手感也很好，然后中国那边小红书都叫它虾边，因为它有一点像虾子的身体这样一节一节一节的啊。然后钩织完成了需要的长度以后，就直接用毛线针把它缝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2端都是，然后就会，如果是这样搭配，其实也蛮好看的。好，这样子搭配上来是白色的，就是用蕾丝部分的线，棉线做虾边也是很好看。好，不过这一款包我就是觉得不管什么颜色放上，还是蛮推荐去买这个皮把的。好，皮把都蛮好看的。这个是翻过来的，好，这样子其实是蛮好看的，蛮好搭配的，因为样式刚好就很合。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咯，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包啊，线头没有收，换一面。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包，然后可以制作很多颜色，然后皮把也很方便。如果要送人就没有了，如果是自用的话，可以勾3个颜色，皮把可以拆下来，隔天就换一个颜色的包包出门。好，那这一次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回见，拜拜。